你呀，有时间好好看看这些书，多出去交交朋友，不要老自己待着，整天这样自己一个人有意思吗？姐妹，你实在太需要社交，主动别人怎么跟你交朋友嘞？嘘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多变的人。我是一个特别需要独处的人，然后去捋顺自己的思路，然后想接下来该怎么做。我非常就是渴望有更多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间。我记着我上初一的时候，我就自己跟自己玩。我不是不愿意融入集体，就是那个时候太小了，可能给别人看起来我稍微有点孤僻。以前说实话就是不是那种很自来熟，不是那种想跟每个人都讲很多话的那种。朋友们评价我就是一个非常外热内冷的人，看起来我好像是一个比较热情的人，就是越接触越冷漠。因为我如果对别人很热情的话，就是我是逼着自己跟别人社交。这种性格社交上会不会有点困难？非常困难。就我平时我没有社交，我的朋友就是那种，就比如说他们要出去玩，或者说出去干嘛，他们叫我我也不会去，反正就是这种。但他们还要叫我，就是我也谢谢他们。就每次都是，就比如说要出去吃个饭，或者说去干嘛，不去，就是这种。我就喜欢，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在家待着。就我是这种人，就是比如初见面，或者说几次见面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也都不会先说话，我也都不会先搭讪，我也都不会去。就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我甚至可能有点讨厌他，可能跟我自己想太多有关系。就是我察言观色的有点太多了，就是别人可能根本没有这么想，别人也没有觉得我很烦，但是我会渐渐的疏远他，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太近了。我外公来幼儿园接我放学，然后我牵着他的手的时候，我会先看看我外公今天表情怎么样，如果他表情不好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谨言慎行的试探一下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事情，或者他发生什么了。现在好像这个情况更严重了一点，就会说话更小心，然后渐渐的到现在是变成一个不太敢去跟别人讲话，不太敢社交的一个状态。我属于被动观察型，就是比如说我有点欣赏的人的第一印象，然后看作他一个。我就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了，我觉得我需要去观察他。那你们俩是怎么接触上的？当时我第一次去公司的训练室，然后他有一个发带吧，然后当时给我就下了这节课，然后他就给我戴在了头上，然后我当时想，好奇怪呀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弄我？就我和你也不熟，但是其实我是比较喜欢，就是我比较。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可能有些人就是第一开始主动接近我，我就有点害怕，但是他可能就在半怕与不怕之间吧。一开始就觉得啊，我怎么样能够在跟陌生人交往10秒内迅速建立跟他的亲切感呢？就对我来说很难。可是跟他们讲话，有的时候你要自己想话题，你要比如说有的粉丝比较害羞，话比较少，你就是要带着他们一起讲。就他们跟你说什么？说啥呀？说很多东西，还会有人跟我来展示他自己的才艺。小安卓你好，就哎呦不是，开始 rap， 你就然后哇，就是那种，然后也会有那种我跟你讲大实话的粉丝说，哎你今天怎么又胖了什么什么的，然后还很冷漠的，我说你好，主动把手伸出来说，啊手就不必握了吧，也会有这种。就很冷酷的，就是和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，就不都是那种对。公司会给你们培训这方面吗？没有啊，就是靠自己的满满的求生欲，不想让这个地方尴尬的欲望。那你不社交的话，一个人会不会有些无聊？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吧，因为本来我这个人就可能是小的时候就是总是在玩，然后可能就是年龄慢慢的增长，就可能没有那么爱玩了。我自己的话很少主动的出去玩，就是很爱在家待着，所以我妈还因为我平时练舞啊，特意给我弄了一个房间，给我安了镜子，让我练舞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出门了，我连门都可以不用出了，就是感觉很爽，就不爱出门。我小时候喜欢跟知了说话，
我喜欢跟柳树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那个班级在2楼，但是3楼有一个，3楼是空的，没有人。3楼就是有一个知了，他去世了，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每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老去跟他说话，我老去跟他说话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哎，今天我喜欢的那个男生什么之类，今天我听了一首歌叫《QQ 爱》，真好听。我今天没有钱了，没有办法充粉钻了，我的宠物怎么办之类的，就跟他聊天。对，然后我还会经常骑着车子围着我们那个小地方，从能自己一个人能骑车从西外环骑到20里铺，就是特别开心。就这一路上我都自己特别开心，非常开心。脑子里从大到天文地理，小到这个明天早上吃什么，就是什么都想，就脑袋里就不会限制自己。就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先吃饱，出门又沿着那个我们公司附近那个河我就乱走，就瞎走。然后我会特别喜欢观察，然后我特别喜欢坐公交，就没事就往公交最后一排就往后面一坐，然后可能也不想下车，就一直看。可能突然从某一站上来了一个老人，然后我会观察他，然后或者是某一个小孩，我就是这样，很奇怪，拍一些有的没的照片。我不自拍，很少自拍。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你的朋友？舒服，就是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，和他在一块儿不会有压力，亲和力要强，就觉得没有距离感。和我类似呗，就是可能也是有一些小锋芒，然后可能也有一点臭屁，跟我就是物以类聚吧，我觉得。志同道合的人，互相吸引，我比较喜欢互相吸引的感觉。你觉得人一定要社交吗？也不一定吧。你想跟别人交朋友那就去，你不想跟别人交朋友就自己在家。很紧张，又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社交这个东西吧，不是那种强制性的，你可以不社交。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挺开心的。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要社交，但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一定不会社交。我自己是一个不会主动去交朋友的人。如果是要勉强自己，一定要求自己跟这个人成为朋友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。生活中有很多来了又去的关系，其实顺势而为就好了。我妈妈就觉得女孩子每一个年纪都有她该要做的事情。他们对我的生活规划就是我应该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天天坐班，朝9晚5。我家算是法学世家的那种，他们都觉得我以后应该是去继承我妈的这种衣钵。然后后来我就说就不服了嘛，回来我爸就把我打了，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把我打。就那个时候隐形眼镜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，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，完了之后我就卖隐形眼镜。你拿什么钱去进的那笔隐形眼镜啊？就是我拿我之前攒下来的钱，压岁钱。我这个人很能攒钱，而且我不爱乱花钱，就是特别能攒。那个时候不是我们买隐形眼镜都在西单买嘛，就是在北京，然后在西单或者那种眼镜店啊那种。但其实说实话，那个真的不会赚钱，就赚不了多少钱，可能就那么1块2块，你们
但是就是很开心，而且我还愿意就给别人推荐或者这种哪个好看哪个好看。其实那个时候隐形眼镜也不是很多，就总共就那么几个颜色。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还挺贵的，其实也卖不出去多少，但就是觉得很开心很快乐。上微博搜索可爱又迷人的他，看更多可爱又迷人的独家故事。上知乎搜索可爱又迷人的他，围观他们的幕后故事。